你以為這又是另一部主角開掛、爽到不行的捍衛任務嗎？不，這部片會讓你深刻體會到，現實中的復仇絕對不是什麼帥氣的子彈時間，而是一台會把你整個人生徹底撕碎的絞肉機。它就在那短短的幾秒鐘內，讓你原本平靜的生活徹底180度大反轉，快到你連尖叫都來不及。我是老頭 Z， 今天我們來聊聊 Netflix 剛上架的南非犯罪驚悚片《180》。主角 Zack 本來是個已經金盆洗手的餐館老闆，每天忙着張羅生意，生活平靜的像杯白開水。直到那一场該死的路怒事件。对了，如果你也跟我一樣，早就看膩了那種毫無邏輯、只會亂打一通的復仇爽片，記得訂閱觀測站，老頭 Z 會持續為你挖掘這類有血有肉的神作。這部片的名字180指的不是車子的回轉半徑，而是人生那種毀滅性的巨變。Zack 在路上跟一群小混混起口角，這在治安狀況本來就很緊張的南非，似乎已經快變成一種日常的噩夢。但當憤怒戰勝了理智，對方直接在大街上扣動扳機，那顆子彈沒有打中 Zack， 卻精準地穿透了他最心愛的兒子 Mandela 的胸膛。兒子 Mandela 的死是整部影片最令人心碎的動力核心。飾演 Zack 的 Prince Grootboom 在這裡的表演簡直是教科書級別的。他那種從最初的震驚、不願相信，到最後看着兒子在懷裡漸漸冰冷的絕望，那種雙眼通紅卻又空洞的眼神，真的會讓你隔着熒幕都感覺到那种窒息的痛。這不是在演戲，這更像是靈魂在當众滲血。老實說，這幾年南非影視圈在 Netflix 上的表現是越來越硬核了。不管是之前的熱門劇集，還是這部最新的180，都帶有一種非常原始，甚至有點粗糙的真實感。它完全沒有好萊塢那種經過精緻包裝的英雄濾鏡，只有滿大街的貧民窟、混亂的街道，以及普通人在面對體制崩潰時那種深入骨髓的無助與憤怒。雖然目前各大影評網站的評分還在上下波動，但在老頭 Z 看來，這部片的氛圍渲染絕對是今年犯罪片的前段班。即便接下來的劇情走向，如果你是資深影迷，可能大概猜得到，但導演 Alex Yazbek 所營造的那種沉重、壓抑到讓人喘不過氣的壓力感，絕對會讓你全程坐立難安，直到最後一秒鐘。當體制保護不了你的時候，你只能選擇變成體制外的鬼。片中对南非警方腐敗的描寫非常刺眼且諷刺，特別是那個警察 Floyd， 表面上在幫你偵查案情，背地裡卻在數着黑幫送來的贓款。這種深入骨髓的體制性腐敗，讓主角 Zack 的復仇之路不再僅僅是私人恩怨，而更像是一種對極度社會失序的絕望反擊。Zack 這個角色之所以迷人，是因為他身上完全沒有那種好萊塢式的主角光環。他會受傷流血，會遲疑退縮，甚至在第一次拿起槍時會被嚇到手抖。他只是憑着過去混跡幫派的那點肌肉記憶，在巨大憤怒的驅使下，硬着頭皮往前衝。這種被逼上梁山的普通人設定，遠比那些身懷絕技、刀槍不入的特工更讓人有代入感。試着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 Zack， 你看着那個奪走你兒子性命的兇手就在街對面放肆大笑，而警察卻冷冰冰地告訴你證據不足，那一刻，你心裡原本緊繃的那根弦會不會也瞬間崩斷？你會選擇無助地轉身走開，還是像他一樣回到那個黑暗的過去，拿起那把塵封已久、代表着毀滅的手槍？追蹤的過程充滿了那種原始而粗糙的暴力美學，導演沒有使用任何花哨的剪輯技巧，只有那種拳拳到肉、沉重無比的打擊感。Zack 在那些陰暗、潮濕且充滿惡意的南非小巷裡穿梭，每一場戰鬥都像是最後一場生死博弈。這部片的動作設計非常克制，但每一次碰撞都仿佛能讓你聽到骨頭碎裂的清脆聲音。當 Zack 終於抓到那個惡霸 Lirumo 時，那場戲的緊張感被拉到了極限。但就在你以為正義即將得到伸张的時候， Lirumo 在死亡面前的求饒，卻帶出了一個極其殘酷的真相：殺戮帶來的從來都不是平靜，而是更深的泥沼。這正是180想要深度討論的核心。復仇真的能讓你的人生轉回正確的軌道嗎？但就在這裡，老頭 Z 要給你拋出一個震撼的反轉。你前面看到的那所有憤怒與目標，可能全都找錯了對象。如果那個致命的錯誤其實是一個想阻止悲劇發生的倒霉鬼造成的呢？這個劇情的180度大轉彎，才是這部片真正從普通犯罪片晉升為人性神作的地方。好了，吹完了優點，老頭 Z 該來噴噴這部片的硬傷了。首先就是這個路怒引發血案的開頭，老實說，真的有點偷懶。雖然在南非這種治安背景下確實很寫實，但作為影迷，我們已經看過太多次因為一件小事毀掉全家的橋段了。編劇在創意上顯然沒想走出舒適圈，這點讓我看到一半真的想翻白眼。再來就是反派的刻畫，除了最後那個反轉設計的角色還算有點人性掙扎的層次感，其他的黑幫小混混基本上就是移動的活靶子，性格扁平的像張紙。
他們存在的意義好像就是為了讓主角 Zack 有人可以發洩憤怒。這種過於簡單的二元對立，讓整部片在人性深度的挖掘上稍微顯得有點雷聲大雨點小，還有節奏問題。這部片在悲傷這件事上停留了太久。我完全理解導演想強調那種喪子之痛，但這畢竟是一部犯罪驚悚片啊！有幾場戲 Zack 對着遺物發呆的時間長到我差點想按快進。雖然演員演得很感人，但過度的煽情反而稀釋了復仇那種箭在弦上的緊迫張力。如果你能在中間稍微加快一點節奏，整體的觀影爽感絕對會提升一個檔次。那個腐敗警察 Floyd 的角色，老實說也太模板化了。這種表面好人實則內鬼的設定，我敢說，資深影迷看前3分鐘就能猜到他有問題。導演似乎沒打算給觀眾任何驚喜，只是按部就班地把這些老掉牙的類型片元素湊在一起。對於我們這種看片無數的人來說，這種缺乏新鮮感的設計真的會讓人感到有點審美疲勞。所以，如果你是衝着神級巨作或是驚天大反轉來的，你可能會有點小失望。這部片本質上就是一盤火候十足但食材非常普通的老掉牙菜色，它做的確實很好吃，但你不會覺得驚豔。它贏在情感的真實爆發，而不是劇情的精巧設計。如果你喜歡《上帝之城》或是《精銳部隊》那種帶有強烈地域色彩、風格粗獷且直擊人性痛點的犯罪片，那180絕對會是你的菜。它完全不賣弄視覺奇觀，它賣的是一種真實到讓人心疼的情緒。Prince Grootboom 的表演足以獨自撐起整部影片，讓你看到最後胸口會有一種被重錘狠狠擊中過後的悶痛感。但如果你想看的是急速追殺那種從頭打到尾、各種神級走位跟無敵槍法，那我建議你還是趕快去重溫《John Wick》。這部片的主角 Zack 大部分時間都在受難，他的復仇之路走得跌跌撞撞，甚至顯得有點狼狽與窩囊。對於那些只想看爽片的觀眾來說，這部片可能會讓你覺得看得有點憋屈，不夠痛快。結局那個最後的抉擇，當 Zack 看着對方的柚子攔在面前，那一刻他手裡的槍仿佛變得千斤重。如果你身處他的位置，在為了復仇殺掉無數人之後，你會在最後一刻選擇放下屠刀，還是徹底墮入永不復加的深淵？這種關於人性最後底線的殘酷博弈，才是180最讓人看完後依舊回味無窮的地方。老頭 Z 給這部片的最終分數是7.8分，它確實不夠完美，劇本甚至顯得有些老套，但它成功拍出了南非那種特有的在絕望中奮力掙扎的生命力。在一大堆 Netflix 的罐頭電影裡，這部180絕對算是一盤有誠意、火候足的私房好菜，值得你花2個小時坐下來細細品嘗。所以，換作是你會對那個間接害死兒子的倒霉鬼開槍嗎？在評論區大聲告訴我你的選擇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、觀測站。老頭 Z 會帶你看遍那些藏在角落裡被大眾忽略的各種神片。我們下期見。